我是 Viv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来挑选球杆，尤其是初学者，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挑球杆，怎么进店里去选购。那今天 Vivi 带大家去选购，看你要怎么挑选到适合你喜欢的，还有你的预算内的球杆。现在带我们去看看吧。OK， 大家欢迎进来。今天我把整间球具店包下来跟大家介绍，大家都会觉得说哇，我不知道怎么买球杆，尤其是在预算，很多人的预算可能2-3万，到10几万，或者是你无上限无预算的都有可能，但是很不容易选择，因为其实说真的。如果说你一开始接触高尔夫，然后品牌又这么多，而且这些品牌又不是说原本在运动中会常认识的 Adidas、Nike 还是什么，就是比较冷门的，是属于高尔夫自己的品牌，所以在大家在挑选，他会觉得哇，高尔夫好像是一个很贵的运动，所以大家的观念里好像要花10几万，但认真讲，其实花10几万是差不多的一个金额，但是也可以下修。那其实一开始呢，像因为 Vivi 有很多时候都在教课嘛，那其实我会建议大家一开始练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购买手套，因为手套、球杆包括鞋子。那我们先来讲过鞋子好了，因为一进门大家其实都很容易看到鞋子。先来看一下鞋子，鞋子现在有分2种哦，无论现在任何品牌，它都分无钉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无钉就是这个没有钉子的。什么是有钉鞋呢？Vivi 找一下 ，OK， 好，这个就是有钉鞋，看得清楚哦，就是这个钉子可以单独拆下来的。那有钉鞋会是比较之前，像 Vivi 小时候10年前在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我都蛮习惯穿有钉鞋，因为有钉鞋在草皮上的抓地力是很足够的，那它的支撑力也是足够，但它相对的它是消耗品，所以它就会有这种专门在卖钉子这种，所以呢，你消耗了，然后就把它转下来，它是有个专属的螺丝把它转下来，再把新的转上去，所以这双鞋子它就会可以穿非常非常久，但它的钉子就会一直消耗。那有钉鞋跟无钉鞋的差别就是个人习惯啦。但如果你今天是初学者，当然相对我会建议你用无钉鞋就好，因为现在无钉鞋做的蛮成熟的，练习场也可以用，平常走路也 OK， 然后下场的时候也可以使用。但像 Vivi 自己在比赛的话，我还是会比较习惯穿有钉鞋，因为这是以前养成的习惯，因为有钉鞋的抓地力跟那个高度是我比较熟悉的，所以这2种都可以做选择。那其实球鞋的部分呢，价格其实落差也很大，价格它从2000多到1万都有。那其实有钉鞋贵在哪里？贵在钉子越多，第一个是品牌啦，但是它的有钉鞋的钉子如果是越多的，相对就会越贵，它的分配支撑力是越平均的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它价格的问题。那像品牌有分 Echo 啊、Adidas、Fujoy。有非常多，但大家都一定要去试穿，因为其实你要试穿才知道什么是比较合脚，所以价格从2000多到1万多都有。那我们来看帽子，帽子的话，其实高尔夫的帽子做的种类蛮多的，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户外运动嘛。那户外运动的话，帽子就有分有防水的跟透气的。什么是透气？你看哦，应该看到我的皮肤吧，对不对？看得到。像这个啊，它前面遮阳，那后面的话戴起来都是全透气，所以它在后面它就会做到散热，所以像夏天就可以用到这种透气的。然后像这都是透气，然后像雨季的话，或者是有一些帽子它本身就有防泼水，所以呢，帽子的选择有这种透气帽、实心的，然后也有女生的中空帽，中空帽在后面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绕过去看一下。帽子就便宜，帽子的话差不多600至3000都有，3000的话就是特定的一些韩国品牌，但正常来讲，600以上到3000多的价位，我觉得都是还 OK， 因为其实帽子可以用蛮久的。OK， 我内置。OK， 现在来讲到球杆啦，现在大家观念都蛮好的，就知道说，上课都要用7号杆，那因为其实7号杆。在于很多人的身高来讲，它并不是一个中间值的球杆，所以还是会建议说，大家一开始如果真的有兴趣打高尔夫的话，不要只买1支，因为其实1支你学习到的东西跟内容不会那么的丰富，因为包括我的学生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的学生不会一开始只买1支球杆，像我的个性是，我会先借他1支，但是差不多第2堂、第3堂课你就要选择了。
开始咯，今天的重点来咯，球杆要怎么去做选择呢？像这种一整套的这种套杆，什么叫套杆？套杆就是带子有，好，然后有铁杆，有木杆，好，下场该推的推杆也有。那木杆呢，2支给你去学习，然后因为像这个烤漆面它是很容易打花的嘛，那所以一开始初学者会比较不懂怎么去保养啊，珍惜球杆，所以这一套像我现在手上拿到这套才2万，3万内有找，它全部都有包含这个球杆袋子，这个都是给你的，所以3万内你就可以开始学习高尔夫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舒服跟轻松的事情，但你差不多会学到从1年左右，你这整组可能就会想要换掉，就想要换到进阶杆了。什么是进阶杆 ？OK， 我们木杆都是单独购买的，铁杆它会有一整组很完整的，铁杆基本会是6到7支，所以呢，它的数字会是从可能5号或4号。这么多，这样是一整组的铁杆，铁杆是一部分买，然后木杆都是单独买，推杆也是单独买，然后切杆也是单独买，所以你会看到会有一整组的铁杆，像这样都是一组的，它是没办法单独拆开买的，因为它每一支的角度啊、长度啊、重量都是分配好的，就是配置好的，所以好看一下哦，像我们的 driver 它就有分10度啊，还是说有分这种硬的规格 R、S， 然后有分10度，这里有一个9度的，有看到吗？9度的，它这边的系列就会分得很细致，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 S、SR， 木杆会看到的3个规格，那这个就是给进阶者去做选择的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品牌，但是规格一定都会有这3种，所以木杆1号木杆、球道木杆，还有小鸡腿。这个全部都是单独购买的。OK， 那大家可以往这边看哦。那包括切杆，切杆的话，来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大家就会看到哇，有很多角度，有52度、54度，哇，眼花缭乱的一堆。那这个就是透过你之前练习的经验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哦，你现在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角度。所以之前短杆也有影片跟大家介绍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单独配的。OK， 包括球带。这也是单独购买的，所以所有的球杆都是一支一支配进来，你需要什么你就购买什么，但是它的价格就会落差非常大。刚刚讲到的推杆，那像套杆里它就配好的推杆嘛，那其实套杆里的推杆它只是好能推而已，但是其实上它实际上的配置没有那么的完整，所以大家还是之后会买到一支属于自己顶天的推杆，因为推杆其实进阶的一旦购买之后，它会很少一直换，因为应该大家都知道推杆就是最赚钱的关键嘛，所以当你入手到一支好的推杆，有自信的推杆，其实你就不会一直换了。球具店其实它都会附一个毯子，让我们可以去试推一下你喜欢的推杆的重量啊、长度啊这样子。那品牌也差很多，品牌有3000多起，然后一直到几万的推杆都有。球杆都准备好对吧？价格也都知道了。那再来就是一些小配件啊，带大家看一下。球也会分很多，像我们在球具店啊，有分这种一整盒的，还有这种就是零散的这种2手的，我们都会称卤蛋球。所以你应该很常听到什么是卤蛋球，它并不是黄黄黑黑的，它是2手球的意思，就是有人打过了，那我们捡回来洗一洗，就会变成用卤蛋球，就是你可以第2次使用。那它上面啊，一定都多少有一点外伤，那都是 OK 的。飞下水啊，飞在巡啊，也比较不会心疼。但球的价位就差很多，像这一个比较好的球有分3层啊、2层到5层球都有，都是12颗装，像这个800块，全新的就要1600哦，1600、1700。那也有更便宜的，像这种一包的，它可能200块就有了。但是当然啊，材质啊，还有就是伤痕啊，还有它的。所有当然是不会那么好，但如果说你一开始要下场，你很担心球一直丢，其实你就买卤蛋球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会看到眼花缭乱的一堆 T。如果是你初学者的话，你就很建议你可以买这种有一个
高度帮你设定好，然后这个你那个插到图里面都已经帮你做好的这个塑胶屉。第一个塑胶屉它打就不会断，然后第二个是你就不用去量你每次插屉要插多深，因为它已经帮你做一个阻挡，就是基本大家会通用的一个高度。所以一开始初学者你可以拿这种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市售的木头屉，木头屉打起来的弹性会比较好，但相对的也比较容易断掉，所以还是以你个人的习惯为主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初学者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先从这种塑胶屉开始。OK， 手套就是分这么多啦。那女生呢，女生基本的手套价位大家都会看到比较高，原因是因为手套啊，女生都是附女生的都是这样一双的。那现在因为女生都会做指甲嘛，所以它很贴心。现在女生的手套都有这种开口的洞洞，可以做指甲，就让你的指甲可以凸出来的，你就不用担心说指甲太长啊，还是说怎么样，然后会被这个手套限制了。所以现在女生手套的选择也蛮多的，但男生的话通常都是戴一只左手而已。一只左手，所以也有男生比较怕晒，他就会购买2只。所以手套就是因个人的习惯，没有说一定怎么样。你可以先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，你可能手汗比较多，你就会想要戴2只手套。那材质也有分合成皮跟小羊皮，还有布的。那其实都是依个人的习惯，你打久了，你会慢慢找出自己的习惯。那手套也是消耗品，那建议大家除了一直使用的，在球袋里可以多放1到2双，留着备用。OK， 还有就是练习带啦，因为其实大家都是这样一整袋嘛，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一开始才学7号、8号铁，所以你背一整袋会觉得哇，我用不到那么多，所以这时候就有这种小小的练习袋，它很简单，它也有套子，那它就这样小小的，你可以放个我看看2只。4只其实可以放蛮多球杆，只是说你这样在携带上是很方便的。你带个2、3只啊，你就不会用手拿着很麻烦。所以会建议大家，你除了有一个套杆型的这种袋子，那还可以再多购买一个练习袋，在平常的时候去做使用。所以 OK， 那以上的影片呢，希望可以提供你们参考。如果说你开始想要打高尔夫，那不知道准备多少预算的话，希望可以透过这支影片跟你们传达说，其实高尔夫一开始入手并没有非常贵，它的选择性其实是很宽广的，从2万多的到10几万的其实都是有的。那只是说配置上为什么有落差，透过这支影片，希望你们可以明白，还有周边的小配件你们该怎么入手。那还有更多 Vivi 可能没有讲解的非常清楚。但因为其实我会让你们大家还是可以多探探店，因为像 Vivi 在的地方是台北球场里楼下的球具店嘛，这边蛮特别，是它常常会有一些韩国老板娘自己从韩国进来的一些小物，那像 Vivi 就很常来这里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那其实你每一次进来球具店，你都会觉得好像有发现一些新宝藏。那还有像鞋子啊，它每一年都有一些小小的改变，还有它的设计。包括它的防水效果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打球毕竟是踩在草皮上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买防水系数高一点的，机能越好，当然相对的价位就会高一些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慢慢的你会了解，其实高尔夫它没有那么的贵，因为很多东西它使用上是时间非常长的，它不会说买了一个然后很快就坏了。其实比较少遇到这样的问题，但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支影片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那也麻烦大家多订阅我，然后可以多留言给我看，我都会拍成影片帮你们解决问题。那下次的影片见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